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片我跟大家分享了一家马股今年悄悄攫取的公司，如今也正在快速发展，而且股价也在1年内将近翻了1倍。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片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家扩张型的家私股，看看他们近来的发展和未来的扩张计划。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是属于比较新的公司，在去年的11月8号才刚上市。他们就是总部位于罗佛麻坡的 Ecomat， 从事方便组装 Ready to Assemble 的家具产品生产，主要是承接客厅家具、卧室家具以及其他类型家具的客制化设计、开发、生产以及营销和销售。而他们生产的家具都有分销至国内以及国外，包括了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等这6大洲的30多个国家，并且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客户群。那他们表示，他们的客户群并不是终端客户 end customer， 而是销售中介，其中包括批发商 distributor、分销商 wholesaler、零售商 retailers， 或者是电子商务卖家 e-commerce seller。而且生产的家具都可以被客户重新命名，以及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出售给最终消费者。而 Ecomat 是不需要直接向最终消费者进行销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需要去花费庞大的费用去做 marketing 和售后服务。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他们的季度报告。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7.8 个 million， 比上个季度的收入 15.7 个 million 是上涨了 2.1 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 13.3%。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2.6 个 million 上涨到了 3.9 个 million， 也就是 1.3 个 million， 50% 之多。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16.7 个%上涨到了这个季度的 21.8%。那他们表示，这个季度的收入上涨主要是因为这个季度来自亚洲和北美洲的收入有所增加，而盈利方面则是因为美元对马币的汇率有所增强，所以他们做出口生意的自然的盈利也会受惠。这一个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影片有提到。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分布。那马来西亚的家私股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是以出口为主，那 Ecomat 也不例外。那根据过往几年的记录，拿马来西亚与外国的收入分布来对比的话，可以得知他们的收入主要都是来自出口的销售。从2019年至2021年的财政年度来看，来自出口的收入都平均超过 75%， 而剩余则是来自大马本地。但是在2022年，我们却看到了有些许改变，因为以最新的这个季度来看的话，他们做本地的生意的收入是高达了 36%， 而且这还是在其他国家，例如亚洲、北美洲以及欧洲的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发生。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记得看到最后，小片我将会为大家解答。那如今根据 Ecomat 的最新资产负债表 balance sheet 来看，他们拥有大约16个 million 的现金，而总贷款 total borrowings 则总共是11个 million， 所以 Ecomat 的财务方面上算是处于非常健康的水平，是家净现金5个 million 的公司，而且他们截至目前也拥有 2.1 个 million 的净营运现金流入。那按年比较之下其实是下滑的，而原因就是除了主要是他们的税后盈利按年比较低之外，还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支付了比较多的其他应付款项和应计费用，所以问题并不大。那 Ecomat 的投资现金流则是有着 4.9 个 million 的流出，主要是花费在购买物业、厂房以及设备上，这相信也是投资者喜闻乐见的事情，毕竟有成长的公司股价才有机会上涨。那关于他们的扩张计划，待会我们也会提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一些利好与利空。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利空。那第一个利空就联系到刚才提到为什么这个季度马来西亚的收入有所增长，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如今全世界港口的堵塞，尤其是美国港口，因为之前疫情的影响，再加上上海封城，这也就加剧了港口的堵塞。而马来西亚的家私股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依赖出口，这样一来，船只停在海上迟迟不能进港，也导致商家不敢贸然下订单。但是虽然说这是如今的一大利空，可是比起其他做90到100% 出口的家私制造商， Ecomat 反而有本地客户在支撑着。那这一个问题到底会不会持续呢？目前来看是不会，但是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因为上海才刚解封，应该需要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的利空
通，就是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的现房销售量对比上个月是下降了 2.7%。那从2月份开始，美国所有地区的房屋销售都平均出现了下滑。此外 NAR 还将2月份的成屋销售量从602万套下调至590万套，销售量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5%。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升息所导致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上升，而最常见的住屋贷款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徘徊在4% 以上，甚至达到了5%。而且美国未来相信也会持续进行加息政策，这将会加剧贷款利率上升，而导致美国房屋销售进一步下滑。而美国作为 Ecomed 主要客户之一，美国房屋销售的下滑可能也会影响 Ecomed 未来的收入。那说完了利空之后，我们也必须来说说利好。那首先第一个利好就是美元的走势。那如今大家都应该不乏在新闻上看到美元对马币是频频走强，如今甚至是1美元可以兑换4令吉41仙马币，而且随着美国升息的脚步还可能会继续攀升。那这样一来，做出口生意的 Ecomed 也将会获利其中，兑换回来马币的收入与盈利都会有所增加。而之后第二个利好就是他们的扩张。那根据 Ecomed 的招股说明书，他们目前拥有2间工厂，并营运着5条生产线，一共每年可以生产高达47万400件家具。此外，他们也在计划扩张他们的生产设施。首先就是他们将会添加机械以及设备给 A 工厂，以扩张多一条生产线。目前 A 工厂是拥有4条生产线，一年可生产37万6320件家具，而新的生产线一年可以添加7万9200的产能，所以 A 工厂在2021年的产能将会达到45万5520件家具。此外，他们也计划在 Mua Furniture Park 建造新的工厂，以添加新的机械以及设备，并且将会分阶段完成这一项工程。那在 Phase 1， 他们将会先建造6万方尺的单层工厂以及4层楼的宿舍，并预计这项工程将在2022年的第4个季度开工，而在2024年的第1个季度完工。那在计划中，这个新工厂将会设立3条生产线，并总共每年可以生产23万7600件家具，所以估计他们在2024年将获得每年将近78万7200件家具的产能，这也就是比起现在多出67% 的产能，而相信到时盈利和收入也将会随之上涨。那扭转乾坤也有幸邀请到 Ecomed 的执行董事 Mr. Jason Koh 来参加我们的私下嘉宾访谈。如果大家对他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能在7月6号的晚上9点来参加这一次的访谈哦。但是名额有限，所以记得马上到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加入我们的私下访谈 FB 群组，以得到关于这一家乘着美元大涨的复苏公司的更多资讯哦。那在为大家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此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回到来总结，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马来西亚开放，家具制造商恢复运营，以及主要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木质家具行业今年也算是有增长的潜能。而且随着美元走高，家具行业的前景也是属于非常乐观。整体来说 Ecomed 是个有潜能的集团，它的财务状况也属于健康水平。虽然说 Ecomed 因为之前疫情严峻，而在管制令下被迫停止工厂的营运，导致他们有一个季度的亏损，但是在2021年9月政府一开放商业活动后，他们的营收也立刻斩获了亮眼的收入以及盈利表现，并且最新的季度业绩不管收入还是盈利都斩获按年的增长。那荧幕前的你们对这一家慢慢扩张产能的家资股是否有兴趣呢？如果有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他们 PE 暂时偏高而要暂时观望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